大家好，我是小諾。小米粥在五谷雜粮粥類中是最受歡迎的養生粥了。早上喝上一碗熱乎乎的小米粥，暖身又暖胃，胃舒服了，一天上班上學也有精神。可是很多朋友反映自己熬的小米粥清湯寡水，不好喝。今天就給大家分享熬小米粥的幾個小技巧，掌握技巧，熬出來的小米粥粥香濃郁，粘稠濕滑。下面跟着視頻一起看看我是怎麼做的吧。首先我們準備新鮮的小米。俗話說陈米不如熏米，新米熬出的小米粥口感更香。新鮮的小米色澤金黃，顆粒飽滿，顏色發亮，不暗沉。像這樣的小米熬出來的小米粥營養高，香味濃。我家裡5口人，今天準備了200克的小米。把小米倒入大碗中，往裡面加入清水，用勺子輕輕的攪拌，把小米淘洗乾淨。我們在淘洗小米的時候，不要用力的搓洗。小米的表面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，容易溶解到水裡，用力的搓洗會造成營養流失。我們只需要用勺子像這樣輕輕的攪拌幾下，把表面的灰塵雜質清洗乾淨就可以了。然後把淘米水倒出來，往裡面再加入没过小米的清水，浸泡20分鐘。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小技巧。小米淘洗乾淨之後一定要浸泡，浸泡過的小米充分的吸足水分，膨脹起來。在加熱的過程中，米油容易被釋放出來，米粥也容易熬得粘稠，而且還節省時間，節省燃氣。這個時間我們準備一塊南瓜，南瓜和小米搭配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好喝。先用刀把南瓜皮削掉，南瓜皮比較硬，吃起來口感不好。去皮後对半切開，把中間的瓤給它削掉，再切成小塊，然後改刀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這樣更方便把南瓜煮至軟面。切好後裝入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砂鍋，小米粥我們最好選擇砂鍋，用砂鍋熬出的小米粥，米香味更加的充足，粥也更加的好喝。往裡面一次性加入足量的清水，水的量是小米的10倍，米和水的比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像这樣米水的比例1:10，這樣熬出來的小米粥濃度剛好。再將切好的南瓜放進來，蓋上蓋子，大火燒開。鍋中水燒開，這個時候小米也浸泡好了，把小米和水一起倒入鍋中。小米一定要開水下鍋，因為冷水下鍋溫度不夠，小米裡面的澱粉無法被糊化，這樣熬制的小米粥就不夠粘稠，所以一定要開水下鍋，用勺子攪拌，大火煮開。煮開後繼續用大火再煮10分鐘，煮的過程中鍋中會出現一些浮沫，用勺子撇乾淨。蓋上蓋子，轉中小火慢熬30分鐘。期間我們要勤攪動，讓小米受熱均勻的同時，把米油熬出來。小火慢熬，小米粥才能達到濃香順滑的口感。很多朋友認為小米的米粒小，熬上7、8分鐘就可以了，那樣小米的營養根本熬不出來，所以熬出來的小米粥清湯寡水也不好喝。接下來我們再準備一把枸杞放入碗中，往裡面加入1勺麵粉，再淋上少許的清水，把枸杞打濕，然後下手抓拌均勻。枸杞的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，但是枸杞的表面有一些褶皺，裡面藏有灰塵雜質，簡單的清洗不乾淨。加入麵粉，麵粉有很強的吸附性，可以把褶皱裡面的灰塵雜質吸附掉。抓拌一會兒，再加入清水，把枸杞上面的麵粉糊清洗掉，然後控水撈出，再用清水多清洗幾遍，直到清洗的水變得清澈了，把枸杞控水撈出，放入盤中備用。小米粥煮了接近30分鐘了，打開蓋子看一下，濃濃的米香味撲鼻而來，湯汁粘稠，南瓜也煮得非常軟爛了。這個時候要勤攪動，這樣熬出來的小米粥會更加的粘稠。再熬上5分鐘，放入清洗乾淨的枸杞，攪拌均勻，
枸杞一定要最後放，關火，蓋上蓋子，再燜5分鐘。时间到了，打開蓋子，看一下上面一層米油，這也是最營養、最精華的地方。這樣熬出的小米粥色澤金黃，湯汁粘稠濕滑，濃濃的米香味兒，有南瓜、枸杞，好喝又營養。這樣熬好的小米粥，早上喝上一碗，暖身又暖胃，胃舒服了，一天上班上學都精神。小米粥也是我家全家最愛喝的粥，我隔三差五就会熬上一鍋，營養美味又養生。其實熬小米粥也是非常簡單的，現在再給大家總結一下：小米浸泡20分鐘，開水下鍋，大火煮10分鐘，小火慢熬30分鐘。大家記住了嗎？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这裡了，如果你喜歡就收藏起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轉發，點我頭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視頻。我每天都會發布不一樣的視頻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